我的小米正在互传图片，但是对象是 iPhone。安卓厂商们是真的口是心非，发布会上吊打苹果的时候有多不留情面，宣传自家设备如何适配苹果生态的时候就有多嬉皮笑脸。主打一个态度灵活、能伸能屈。我把几家喊得最大声的 OPPO、vivo、小米还有荣耀，今天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安卓机跟 Mac 能有啥互动，是咋跟 iPhone 互传的。讲真的，为了融入苹果这个家，他们已经很努力了。最简单的，把画面投屏到 MacBook 上，没想到送分题就开始出差距了。日常和荣耀直接交白卷了，暂时没做，只有小米和 vivo 做了。但是小米不太稳定，两台手机换了2个局域网环境，折腾了一晚上都没连上。快要放弃的时候，换个电脑它又连上了。浏览了一下 App Store 评论区，好家伙，帮我艾特一下那个男人。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，仅仅是能运行就已经把所有对手打趴下了，还有招没使出来呢。你看，就算不是自己的手机，只要扫码就也能联动和投屏，息屏也不会打断状态。就算拿朋友的机子传数据也很方便，是不是？但互传这一块，感觉大家就像是一块抄过作业了，在 iPhone 上面打开各家对应的软件。互相之间就可以互传了，Live Photo 互传也全都兼容，而且注意是双向的互传，就很离谱啊！你们互传联盟之间互传都只能传静态的，但是交给 iPhone 再传给别人，就全通了。把 iPhone 当文件中转站是吧？甚至 iPhone 还能编辑安卓的实况照片，甚至能让 iPhone 帮忙长曝光完再传回安卓。好家伙，没想到在2025年居然还有奴役 iPhone 把安卓修图的一天。功能是实现的七七八八了，但体验可太不一样了。小米往 iPhone 里面塞图 ，iPhone 要点开 App， 还必须得是同一个局域网。所以如果你是在外面直接传，那是搜不到的，必须手动开热点。另外3家呢都能做到没连局域网的时候就能搜到 iPhone， 可用性还是有蛮大差距的。荣耀连到 iPhone 的功能是最近才上的，目前还不能跟 Mac 联动，但手机这边还不错，自动开热点、实况图互传都没有问题。vivo 这边要用到的 App 是互传，这是 vivo 自己的换机助手，功能就是个超级大杂烩，能力不止换机和互传。靠这个 App，vivo 跟苹果的互联有非常多特色的功能。卖个关子，晚点说。步步高两兄弟步调超级一致的支持和 iPhone 的碰一碰互传，你都不用解锁，只需要一贴弹出来了。进入之后直接走流程，搞得跟 iPhone 主动兼容安卓似的，这个体验还是很降维打击的。假如你恰好拥有一台 Mac， 那联动体验又不一样了。电脑上要做的事儿可比手机复杂多了，因为功能更多，所以大家之间的差距也更大了。我想给大家先看个界面，这个是 vivo 的，这个是 OPPO 的，这个是小米的。一进来就已经差距拉爆了，体量都不在一个级别。小米的功能最简单，理论上他们只是想要做一个类似苹果生态的互传加镜像，如果能完全实现，其实也是够用的。但问题就是不太稳定，看起来还缺少更新，连官网都没有维护，描述页还停留在上一年的版本。话说，还有人记得永远停留在beta的MIUI 加吗？前车之鉴呐，小米。互传的体验反倒是小米做的最好的，它是3家里面唯一一个不需要登录同一个账号的，只需要连局域网开小米互传就能搜到了，逻辑最简单。但这就是全部了，非常简单。OPPO 和 vivo 是真的有点相似哈，所有的照片、视频、文件都是这样整理的，东西可以拖进来，也能拉出去。但对比起 OPPO、vivo 的联动更多，用起来就很不一样了。插上数据线 ，vivo 可以 USB 连 Mac， 看起来这很基础，但这也只有 vivo 做到了。最近我的视频里面有几条用 vivo Log 整的素材，效果是真不错，得夸夸。有眼尖的能够看出来吗？vivo 还能在 Mac 上面同步手机的消息，点开直接进入投屏，方便你回复。这也是3家里面唯一一个手机云相册的功能也被集成进了 App， 甚至旁边还可以挂一个蓝星小 V， 作用不算太大，你就当是附赠的一个 DeepSeek 好了。vivo 新出的这个大折玩法还挺抽象的，把手机当成拓展屏幕来用。你看哈，我点开 Mac 鼠标就过来了，就可以拖个窗口放到这里。手机和 Mac 联动的时候，来电话还会流转到 Mac 上。还有一个功能 ，Mac 的鼠标也可以反过来操作手机，这个我倒是还没有想到有什么好的用法。vivo 反倒是在一些小地方出了毛病，比如编辑只对缓存文件生效，保存只是一个摆设，压根儿就不会同步到手机里面去。
我现在呢分享一个图片到 Mac 上面，正常来说我们在这里就能看到同一个网络下面的一些设备，就比如说我们的 Mac， 它应该会显示在这里的，但它这里就是不出来，就一点办法都没有。而且你们看这里，明明我都已经连上了，然后也是同一个局域网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用不了。OPPO 的互联是明显的起步晚，但是足够努力，可以在线浏览，还能拖视频的进度条。比如我这有一堆封面看起来一样的视频，点开之前谁能看得出来哪个是你想要的？点开预览一下，找到了就拖出来，这个体验区别可就很大了。如果不能预览的话呢，每一条视频你都要先下载啊，下载完之后再打开，效率就低很多了。而且它还可以快速编辑文档。就比如说我有一个文档要改，电脑上面找到，用 PC 的 Office 改完，保存，手机上面就是改好的了。临时改东西很合适，这些目前是独一号的体验。聊完最基础的这一块体验，再看一下 OV 荣耀，还都有自己的花活。vivo 在之后的旗舰机上面想做的，就是彻底把手机和 iPhone 绑定在一起，绑得有多死，说出来你都不信。iPhone 来电话了，可以在 vivo 上面接；来通知了 vivo 上面也能看到。这不就是想让用2台手机的人拿出其中任意一台都一样能用？而且注意看，有细节的 vivo 把互相之间的查找也打通了，所以你甚至可以用 iPhone 来查找 vivo， 查看它的位置，还能播放铃声。假如你恰好有 AirPods，vivo 也能看到耳机电量，还能用 vivo 自己的空间音频。vivo 甚至没有放过 Apple Watch， 联动之后可以同步运动数据和消息通知。跟手表的联动，目前暂时是 X4 5独占的。想要这个功能的，赶紧去催催。相比蓝厂、绿厂的创意就稳重多了。他们最近把目光放在了远程控制，讲几个好玩的。如果在控制桌面的时候，想要把文件传到手机，按住拖动文件 ，OPPO 就会自动给你画个区域，文件拖进去就直接传到手机上了。比起 vivo，OPPO 目前的适配范围更广，新直板机也能吃上，这些都是不错的细节。荣耀这边的联动就有点逆天了，之前能跟华为互传，现在升级到鸿蒙 Nex 也还是能传，现在又加上了能跟苹果传的功能。更离谱的是加入互传联盟，这是把自己当文件中软站了呀！而且他们暂时还没有做和 Mac 的联动，而是让自家的笔记本可以和苹果设备互传。其实聊到这里也讲得七七八八了，大概也能看得出来谁在裸泳，谁在仰泳了。你们心目中的最佳互联是谁？现阶段厂商的强制兼容其实并没有宣传里面的那么完善，毕竟生态也不是那么容易构建的。现在的状态更像是单向的连接，而不是完整的生态。现在比的就是各家的重视程度了，说不定之后都不用卷，只要能坚持维护到最后，就是总冠军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我是Teddy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